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一个15岁女孩的遭遇引起了整个荷兰的轰动。虽然案发后，警方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，可他们还是没能抓住凶手。直到案发16年后，就当大家快要忘记这位女孩时， Facebook 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动态，让事情直接刮起了舆论风暴。谁也想不到，发布这条动态的人，他背后的真正目的会是这个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位堪称英雄的男人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人潸然泪下。对孩子来说，他们都希望能够被父母疼爱。例如外出逛街时，小孩总是喜欢爸爸妈妈抱他们。与其说这是孩子对宠爱的渴望，倒不如说这是对安全感的依赖。向来多愁善感的妮可就更是如此。每次看到小伙伴的父母来到学校对他们嘘寒问暖时，他对亲情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了。但可惜的是，这种在别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爱，对他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得。根据资料，1980年妮可出生在德国，在他出生1年后，母亲安吉丽卡确定了他的亲生父亲是同村的一个已婚男子。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放在哪里都会被人议论，轻则在背后把你当作饭后八卦，重则直接拉你去进猪笼。虽然总是能够遇见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但是每次见面，妮可都是选择性忽视，从未与他建立过父女关系。后来，妮可的母亲就结交了新男友，他是个名字叫做阿德的歌手。32年后，两人正式登记结婚。为了摆脱周围人的非议，他们带着妮可从德国搬到了荷兰，来到了埃因霍温。埃因霍温位于荷兰的北布拉班特省，是荷兰的第5大城市，工业历史悠久，科技产业发达，是飞利浦电子的重要研究基地。和女友一样，阿德也是离过婚的人，他有个名为安迪的儿子，比妮可大了5岁。面对姗姗来迟的父亲，妮可是既开心又害怕，因为在和小伙伴闲聊时，就有人告诉他，10个继父有9个是变态的，你要小心你的继父。新闻里经常报道说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，这些男人经常会对自己的妓女下手，例如猥亵，甚至把他们关起来当作性奴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，妮可的继父阿德为人善良，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逐渐的，妮可就接受了这位继父，同时还有这位哥哥安迪。他们不是一家人，却胜似一家人。然而天公总有不作美的时候。在遇到阿德后，妮可的母亲本以为自己可以安稳地度过余生，可不幸的事情依然没有结束，因为她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。1989年时，她与丈夫阿德分道扬镳。离婚时，阿德要求获得2个孩子的抚养权，因为他觉得妻子收入微薄，没法好好照顾女儿。为了不让女儿和自己一起受苦，安吉丽卡只能在协议书上签名。然而，由于音乐事业的需要，阿德要经常在外地参加表演，导致2个孩子只能和祖母一起生活。有段时间后，继父阿德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，对方同样也是从事于音乐行业。不久后，2个人直接结了婚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此后，继父阿德和他的新一任妻子经常在各地巡回演出。儿子安迪和继女妮可则在荷兰由他们的祖母抚养。妮可与他的祖母相处得非常融洽，他也会力所能及地帮祖母减轻负担。童年时期的妮可虽然过得磕磕绊绊，但总算也是有惊无险。可她的母亲安吉丽亚就不同了，因为母亲一直深爱着前夫阿德，所以自从知道他再婚的消息后，她的抑郁症变得更加的严重，尽管她一直都在接受治疗。1995年4月，她的母亲安吉丽亚突然自杀，这让妮可感到非常的伤心。而在周围人的鼓励下，她从悲痛中慢慢走了出来。放假时还找了一份暑假兼职，在附近的一家面包店打工。忙碌的工作让妮可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酝酿偏激的想法。可谁也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次死神却主动靠了过来。1995年10月6号这天，像往常一样，妮可在早上5点时就从祖母家出发，
骑自行车去面包店上班。他骑行的路线从来没有变过，在同事和老板的记忆中，尼可从来就不会无故旷工。因此那一天，当尼可迟迟没有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时，他的老板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最后只能选择报警求助。而警察随后也联系了尼可的祖母，但祖母表示孙女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而继父也表示没有见过尼可。警方立即展开了搜索，询问当地居民是否有看过尼可或者他的自行车。他们还搜索了周边的地区，而直到当晚，尼可的自行车才在多摩河的岸边被发现，而自行车上没有任何的随身物品，尼可也不知所踪。结合尼可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，警方就认为他应该是离家出走了，或者说去德国找他的亲戚。因为此前尼可的母亲就住在德国，所以在那里尼可肯定会有一些亲戚。然而他的继父阿德却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，因为尼可没有任何叛逆的迹象，或者说为离家出走做准备。哥哥安迪也表示看不出妹妹有出远门的打算，要是真的有，肯定会提前打声招呼。况且就算要离家出走，那为什么要把自行车丢弃在河边呢？而在家人的坚持下，警方的搜寻工作继续进行。尼可失踪13天后的10月19号，警方在埃因霍温运河附近发现了他的背包。期间，调查人员继续收到了很多居民提供的线索，一共有300多条左右。而种种迹象表明，尼可此时已经凶多吉少。发现背包5天后的10月24号，一个男子打电话给警局，他说自己知道是谁杀了尼可。而正当警方准备追踪电话来源时，这个男子突然挂断了电话，以至于警方没有办法追踪。调查10几天后，警方发现他们面临的问题比线索还多，他们不得不改变调查方向，不断把尼可的朋友和家人叫到警局，和他们面对面交谈，试图在这些人的口供中找到破绽，因为他们觉得嫌犯应该是认识尼可的人。为了找到尼可，他的继母甚至还联系了法师，企图用神灵的力量让尼可现身。由于尼可的背包和自行车都是在河边被发现的，所以警方着重对沿岸一带进行了搜查，包括使用警犬。他们排查了尼可可能会去的所有区域，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直到1个月后的11月22号，在附近的米勒镇还有里尔镇之间的丛林里，一位徒步者发现了一具尸体。他跑到附近的城镇，通知了当地警局。法医检查后确认，尸体的主人正是失踪多日的尼可，而至此，警方留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。在民风淳朴的小镇，居然发生性质如此恶劣的惨案，当地警方可以说是压力山大。一天不破案，小镇警长的乌纱帽就一天不保，人心就一天不安。一场猫与老鼠的较量已经悄然拉开序幕。小镇警长当众向居民做出承诺，小镇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会以一名父亲的身份，以一份警长的担当，为大家捉住杀害尼可的凶手。尸检结果显示，尼可的下颚骨有2处骨折，头部和手指都有受伤的痕迹，他身上还有被侵犯的迹象，以及小刀留下的伤痕，而致命的死因是内出血。在尼可的遗骸上，法医就提取到了3个 DNA 样本，2个是在他生殖器官周围区域，而另外1个则是在内衣上。专家用计算机程序分析了这些样本后，他们就确定其中2个 DNA 的主人是男性，分别是尼可的时任男友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约斯德格的男子。但是同时，专家也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2人的 DNA 分支。用不太恰当的说法就是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，在这3个样本中可能混有第3个人的 DNA。 一时之间，这个第3人的身份就成为了民众讨论的焦点。有人就猜测，他要么是尼可的继哥哥，要么就是他的继父。对于这些猜测，警方没有做过多评论，因为尼可的遗骸是在他失踪7个星期之后才被发现的，加上是暴露在森林这种复杂的环境中，所以 DNA 的鉴定结果有很高的污染风险，他们也没法打包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虽然尼可的尸体已经被找到，但是警方始终没法确定凶手是谁。11月28号这天，小镇为尼可举行了葬礼，
有超过1000多名群众前来哀悼。看着遗照里的尼可，很多人都流下了无奈的眼泪。为什么上天要如此残忍，直接带走如此可爱的小天使？案发后，警方曾怀疑过尼可的时任男友，但由于他是未成年人，所以警方没有公开他的个人资料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没有证据能够证实他和谋杀案有关。无奈之下，案发几个月后的1996年1月，警方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了匿名男子的电话录音，希望有人能够辨别出声音。但是因为当时录音设备还有分析技术等原因，民众的反应直接泼了警方一盆冷水。直到另外一个嫌疑人走进了他们的视野，那就是尼可继父的朋友塞琳·哈托格斯。根据资料，这个哈托格斯曾在1996年2月时因为贩毒在美国迈阿密被捕。被审讯时，他告诉警方自己曾为一些人工作，就是这些人杀害了尼可。起初，尼可的继父认为哈托格斯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但警方进一步审问他后，很快就发现哈托格斯在撒谎。他试图用尼可这个案子来减少自己的刑期。而为了破案，警方甚至还发布了悬赏令，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线索的人，就能获得一笔不小的酬金。尽管警方不断提高酬金，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收到有效的线索，案件的调查也直接陷入了僵局。分配在这个案子的警员也只剩下4个人。妹妹的不幸遇害深深打击了哥哥安迪。他比尼可大5岁，虽然2个人在血缘上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他早就把尼可当作自己的亲妹妹。每次尼可被其他小伙伴欺负时，安迪都会挺身而出保护妹妹，生怕她受到一丝的委屈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位哥哥的爱还是没能挡住躲在暗处的那双魔爪。年纪轻轻的安迪也是经历了2次人生的痛苦，一次是继母为爱自杀，而另一次则是妹妹惨遭杀害。2个人都以如此不幸的方式离开人世。陷入悲痛的安迪就出现了心理问题，他开始借酒消愁，可是每一次都是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他一直想不明白，自己只是想要一个温馨的家，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上帝都不肯答应？后来，他离开了这个让人伤心的小镇，从荷兰搬到了英国，而他的父亲阿德仍然留在荷兰。几年之后，安迪的父亲阿德和他的第3任妻子分手，并且搬到了西班牙生活。期间通过电话与儿子安迪保持联系。而因为尼可遇害这件事情，他们2个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彼此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。案发16年后的2011年3月8号，事情出现了谁都想不到的转折。尼可的哥哥安迪在 Facebook 上突然发帖说：“我将因我妹妹的谋杀而被逮捕，我承认是我杀了我妹妹，我很快会和你们联系。”而在短短1天之内，安迪的这条动态就被分享了1000多次。不出意外，他很快就被英国警方逮捕。而在接受英国警方审问时，他再次做出了类似的口供，并且被荷兰警方直接引渡回到国内受审。而记者就采访了他的父亲，询问他如何看待儿子这条认罪留言。而对此，安迪的父亲就表示，儿子不可能是凶手，儿子之所以会在 Facebook 上发布这条动态，是因为他想引起大家对这个案件的关注。还没等民众反应过来，安迪便再一次惊呆了网友。他告诉警方，实际上自己没有杀害妹妹，突然在网上发帖说自己是凶手，纯粹是想让大家重新关注这个案子。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，要想开棺重启调查，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，即使申请人是死者的亲人。可安迪当时手头上并没有新证据，他没法直接提供支持重启调查的证据，而自然就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。一番深思熟虑后，安迪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向民众撒谎说自己是凶手，目的就是要让民众感到震惊，用他们的震惊掀起一波舆论的风暴。为了平息这股舆论，荷兰警方肯定会调查他，加上自己身处英国，所以把事情闹成跨国追捕，就更能引起媒体的关注。而警方如果想要坐实自己的认罪帖子，就得找出证据，所以自然就会重新分析当年的证据，而这也恰恰是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因为安迪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杀害妹妹。审讯过程中，安迪又抛下了第3个深水炸弹，
他说其实自己知道是谁杀了妹妹，而在案发过去这些年里，这件事情一直是折磨自己内心的秘密。他表示是自己父亲强奸了妹妹，并且导致妹妹怀孕。为了掩盖罪行，父亲还残忍杀害了尼可。获悉儿子指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后，安迪的父亲阿德是一脸懵逼，他不明白儿子为何会说出这种话。因为对于尼可，自己一直把她当作是亲生女儿那样照顾，从来就没想过要伤害尼可，更别说要杀害她。而时隔多年，亲生儿子突然跳出来爆料，指认父亲性侵还有杀害妓女，这种狗血又残忍的新闻自然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。即使这个父亲一直在喊冤，但是遇到这种事情，有时候往往是越描越黑。很多人都要求荷兰警方彻查此案，甚至还准备发起联名信。2011年9月，尼可的尸体被挖了出来，并被送往荷兰国家法医研究所。在案发后的这16年时间里， DNA 等各项刑侦技术有了很大进步，而法医在时空条件上也排除了尼可的男友。他们认为凶手是第二个 DNA 样本的主人德格。调查人员从德格口中获悉，在尼可失踪的那一天，他跟女友吵架后独自离开了住所。而将各种巧合的线索放在一起后，警方就做出了一种假设：从家里离开后的德格可能在路上刚好看到了准备去上班的尼可，愤怒的他就向尼可发泄了自己的情绪。虽然这只是一种假设，但是德格这个人确实有很多犯罪记录。他之前因为3起性犯罪被逮捕入狱，而第一个案底就涉及一名20岁的女性，她被德格从自行车上抓走，带到偏远的地方进行强奸。而第二个案子则跟尼可的案件有着很多相似点，唯一不同的是尼可最后被杀害。而且德格的前女友还表示，她自己曾受到过德格的性虐待。除了感情不顺，警方还注意到德格这个人心理有问题，他此前曾在心理医院接受过治疗。在德格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时，大家才知道安迪策划了一场釜底抽薪的计划。这个计划非常的危险，稍有不慎，安迪将会成为万人所指。而在他的努力下，德格这个名字被再次列入调查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安迪承认自己在 Facebook 帖子上针对父亲的指控都是为了迫使警方重启调查而进行的烟雾弹。他说自从妹妹去世之后，自己一直在关注刑侦技术的发展，而这些年来，安迪频频联系警方，询问到底怎么样才能重启调查，或者说荷兰警方是否有能力使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，又或者说法院是否已经接纳了这些技术。而在等了16年之后，安迪觉得他再也没法等下去了，但是对于没权没势的他来说，只有期望是远远不够的。2014年4月，在案发19年后，当地法院第一次对该案召开了庭审。天使与恶魔的对抗似乎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他的辩护律师声称，尼可可能自愿和德格发生过性行为，因为据他的调查，尼可曾经有多个性伴侣。到了7月份，警方就取消了对德格的谋杀指控，改为过失杀人罪还有强奸罪。期间，检方还请出了2个证人，这2个人此前和德格一起住过精神病院。他们表示，在住院期间，德格曾经说过自己杀了一个女孩。然而，德格的辩护律师则表示，这2个家伙是为了领取15000欧元的奖金，才诬陷我当事人是凶手。律师以可能存在第三人为由，要求当局重新检测还有分析 DNA 样本，而法院也同意了这个诉求，让新的法医团队再次检验 DNA。2016年4月，新的法医团队就用最新的技术分析了样本，他们证实当年那个 DNA 分值属于第三人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也就是说，凶手不是德格的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。而鉴于这个证据，德格强奸罪名被判成立，他被判处5年监禁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因为法院始终认为，根据现有的证据，他们无法100%排除有第三人作案的可能。这个判决下来之后，检方就立即提起了上诉，他们要求法院改判德格14年的监禁，因为他确实杀了人。2018年，在多位重量级专家的证词下，法院就做出了改判，德格的杀人无罪判决被撤销，被改成了12年的有期监禁。而听到这个判决后，
安迪也是流下了欣慰的泪水。他为了这个判决，他等了10几年，甚至不惜押上自己还有父亲的名誉。可即使如此，他还是不想听到这个判决，因为这个判决让他失去了一个亲人。终审结束之后，安迪就回到了英国，试图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然而在2022年5月，事情又出现了意外。邻居注意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看到安迪，敲门没人应，电话没人接。起初大家以为安迪是去找他父亲，可是他的父亲否认了，所以不安的邻居就找到警方，要求进屋搜查。警方到达后也敲了好久门，但始终没人出来开门，他们不得不破门而入。结果一走进卧室，一股恶臭味就扑面而来。他们发现安迪死在了床上，他的身旁还有许多酒瓶还有处方药。毒理学报告就证实，过量的酒精还有药物导致安迪心脏病发作，而安迪很可能是死于自杀。实际上，安迪的这个认罪帖子，与其说是一次赌博，倒不如说这是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也许对他来说，再将杀害妹妹的罪魁祸首送进监狱，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。而为了妹妹，他当了一次杀人犯。他在为一起悲剧画上句号的同时，又写下了自己另外一个悲剧。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，其实一直都有人在偷偷写下悲剧，但同时也有人在为悲剧努力画上句号。这种矛盾看起来像是一场悲剧，又不像是悲剧。我是小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